大家好，我是小杨，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冰糖葫芦的做法。提起冰糖葫芦，想必能勾起很多人童年的回忆，那一声声悠长的吆喝声，总能让人心驰神往。在家做糖葫芦不容易，因为制作糖葫芦的锅都是特制的，普通锅还真是不好操作。今天我会用普通的锅来做糖葫芦，会将从熬糖到蘸糖和如何不浪费糖都毫无保留地告诉您。山楂尽量选这种个头大一些的面锅，这种山楂做糖葫芦最合适。洗干净的山楂一定要彻底晾干，这样才能挂住糖。为了让糖葫芦在家中做起来更方便，可以将糖葫芦变短，这样在操作时就变得容易多了。将竹签一分为二，长度刚好做成2串糖葫芦，用剪刀旋转着剪一圈，轻轻一掰，竹签就会很整齐地断开。将没有尖的一端用刀削出尖儿，另一端断口处稍微磨一下，避免扎到手。山楂剪掉果柄，将竹签从果柄处穿透第1颗山楂，不穿透第2颗山楂，2颗山楂顶部相对。正式制作前还有一个准备工作，在案板上均匀涂抹一些油，免得蘸好的糖葫芦拿不下来。万事俱备，就可以开始正式制作糖葫芦了。锅中加入75克开水，调至大火，放入150克白砂糖，糖和水的比例是2:1。开锅前可以随便搅动，但开锅后切记别再搅拌，不然容易出现反砂，糖葫芦铁定失败无疑。开锅后要及时调整火力，让火焰与锅中糖液持平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有糖的地方有火，没糖的地方没火。别把火开得很大，去烧没有糖的锅边，不然糖很容易从锅边开始变糊。这时候糖液的状态是非常密集的小泡，说明水分还很多。继续熬，当糖液变成这种密集小泡中夹杂着大泡，糖液颜色微微变黄的时候，就可以测试糖是否熬到位了。用筷子蘸一点糖液，放入凉水中降温，咬一口。如果是这种很脆的声音，肯定不会粘牙，说明糖的火候合适了。如果还粘牙，就再多熬上一会儿，直到吃起来嘎嘣脆为止。糖的火候合适了，就转为最小火，以免持续加热让糖过火。可以通过离火晃动，让糖液略微降温。糖液的温度在160至165度时，蘸出来的糖葫芦状态最稳定，最不容易化。将锅倾斜，让糖液尽量接近顶部边缘，这样更利于操作。蘸糖时是蘸糖液表面的糖泡，而不是蘸糖液，一蘸即走，不要反复蘸。将山楂旋转1-2圈就足够了。蘸糖后的糖葫芦放置几分钟后，糖就会变硬，案板上提前抹了油，很容易就可以取下来。锅中剩余的糖也别浪费，大火加热到深琥珀色，当大泡变成密集的小碎泡时，加入一点开水，煮开锅就是糖色了。放凉后装到小瓶中，什么时候做红烧肉用它就行。检验糖葫芦做的是否成功，可以用勺子敲打一下，糖能被敲得粉碎，这样的糖葫芦吃起来嘎嘣脆，不粘牙，特别好吃。当然，更好的方法还是亲自试吃一下更直观。我帮您试吃一个，您听听声音脆不脆？小宝眼巴巴地看着我用勺子翻来覆去敲打的糖葫芦，他吞咽口水的清晰声音也在我耳边回响，像极了我小时候没出息的样子。他的眼神炙热，满是光彩和期待。家人也都围着几串小小的糖葫芦，开心的欢笑着。小小的糖葫芦真像歌曲中唱的一样，糖葫芦好看，竹签穿，把幸福与团圆连成串，酸里透着甜，甜里裹着酸。就像我们的生活，有愁有烦，有甜有酸，但这才是咱百姓家生活的滋味。如果糖葫芦您做成功了，请一定告诉我，让我也一起开开心。如果您失败了，也欢迎告诉我，让我能帮您分析一下失败的原因。我是小杨，就爱你们好好吃饭的样子。下个视频咱们不见不散。